大家好，我是云飞。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好玩儿，看到标题你们也就知道了，带监听的无线麦克风。门马这次是真的整在我的辛巴上了啊！这不就联系他们借了一套顶配的版本，来实际的用用，看看它到底如何。毕竟市场上挺久都没有这种实在创新的东西了。这次门马的升级还是有蛮多不错的点，那么咱就点赞、收藏、支持一下。咱们这就开始咱们这次的门马 Like Max 2的实际体验分享。首先还是和咱一起来沉浸式开个箱，看看顶配的版本都有啥吧。门马前几天发布了一个这个新品的麦克风啊，它是实现了这个麦克风的一个监听，就是它，你看它的这个包装你就看得出来，它是又有耳机又有发射端和接收端。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感觉，这是我问门马要过来的 Link Max 2门马声学，让拍摄无限轻松。然后这边是有首创无线监听 AI 降噪无级调节，然后32比特的全链路传输，32比特浮点内录，72 dB 的这个信噪比，然后还有这个创新的隐藏式佩戴，它附赠了一个相机热靴的一个转接键。不知道这是配套的还是他直接送过来的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创新点确实非常可以啊，因为这东西就怕你录着录着没电了，或者录着录着没开，然后你这个视频都录完了，你才发现，哎，他妈的没声音，这就很糟糕啊！之前说实话，我那个录视频就遇到过1、2次。好，这是它的一整个盒子。然后这边的应该是它的那个耳机，好，然后这里有那个3.5毫米的转接线、连接线，然后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连手机的，好，充电线，小的这个防风罩 ，OK， 还是先看它的主体啊，它就2套这个东西啊，一套是它主体的这个麦克风。我们拿出来，然后底部都是有这个绝缘贴啊。OK， 它整体的 UI 是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那就是它的这个耳机。耳机是做成了我们这种开放式耳机的这种设计啊。这个是调节，应该是电池加调节这个挂耳的这个部分。我试一下啊，它现在也是开机的。哇！它这个就可以佩戴的很舒适，而且又可以夹住它，挺好的。影视行业确实是需要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拿出来外面，然后感受一下啊，123，它是还没配对吗？然后它这边的这个夹子，它是这种夹子，它是可以先定住，然后。就是它是可以隐藏起来的，挺可以的啊。隐藏的麦克风，这个感觉是很不错的啊。好，然后看一下这个是要怎么配对啊？需要配对吗？然后它整体的 UI 也是很简单，单声道、声道模式。麦克设置、监听、无线监听、监听源相机、开启。这里就可以换成监听源了。然后我来试一下，好，123，它现在就有了啊，123。它是这样一个逻辑啊，现在我们开的是单声道，单声道的话，它就是不管左右，就是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Mac 1还是Mac 2，它都可以在我的这个监听的耳机里面出声音。然后我现在把它换成立体声来试一下啊，声道模式选择，现在是单声道，我们选择立体声。然后立体声之后，它就会分，应该是会分左右了。123，像现在这个，它就是在我的左耳边，123，这个就在右耳边。
123，123，123，123，123，哎，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123，123，到时候给大家演示，哎，这个还是很容易搞明白的啊。看看它有没有别的什么功能，声道模式、麦克设置、监听、相机增益推荐、时间码啊，它还有时间码，快捷键自定义，然后设置，我们看一下设置里面，配对、亮度、手机外放、语言、路上设置 OK。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和手机配对的吧，充电和相机版接收器、手机版接收器，这个是手机版本的接收器啊。哦哟。它这个还挺 OK 的嘛，相机输出接口，这还有这个相机的这个输出，但是它这个没有做，这是监听，这里是输出相机，但这个做的有点不太明显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做的明显一点，然后是否在录制也是很明确，就可以看得到。哎，这个我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啊。OK， 好，具体的一些细节的话，就还是等我详细的体验了之后，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实话说，在拿到它的第一时间，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也太轻了。而后我的反应就是它是如何和这个开放式耳机连接在一起的呢？实际有哪些使用的方式呢？我在摸索尝试了很多期视频之后，也是把它整个功能都搞得还算明白。所以咱这就开始这次的分享。我会告诉大家它好在哪，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地方，应该可以给大家开一个了解门马 Like Max 2的窗口。那么我们开始。首先，麦克风的本体它做的很轻，实际测试它是仅有13.8克，之前一直用的大疆是28克。门马 Max 2它整体的设计都很低调，而且还有隐藏式佩戴，就这样子啊。比如说它现在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拿下来，来。直接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因为重量比较轻，所以卡扣直接卡在衣服上，它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垂坠感，这就蛮好的。然后发射器本体它是有开机键、降噪键录制键，底部的 C 口可以充电，也可以直接传数据。但遗憾的是没有了3.5毫米的接口，而它可以内录32比特，然后内录的文件是直接使用底部的 C 口就可以读取导出，容量是8个 G。我个人是习惯录制就开启内录，稳妥双备份。它的这个接收器集成的功能也很多，发射端、接收端的详细设置功能都可以在里面操作。它也可以自定义常用的功能键，这个就可以适应不同人的一个使用习惯，这个都非常不错。然后它还有时间码的功能，这对于专业的多机位拍摄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另一个就是它多了监听，是的，监听。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着重来看看这个监听到底是如何吧。我个人感知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延迟是真的好低好低，基本上就感觉不到，就像是在真正的使用这个有线耳机。而它的造型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开放式耳机，且尾部是可以调节松紧的，基本上是都可以佩戴的很紧。然后我就来说一下它的使用逻辑。就如果我们调的是立体声，它是分左右声道的；而如果我们调的是单声道，那么它就是统一一样的发声。那么这个立体声的模式就比较好玩了，不仅是可以把它当成监听，也在一定距离内还可以当成我们的对讲机使用，这就很抽象别的就先不说了，我们直接来看看它的延迟到底有多低。现在来给大家测一下它的一个实际的延迟，我是使用 OBS 录制咱们这个输出的声音，然后再使用咱们这个人头麦把这个监听的声音也给输入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一下这段话的一个延迟，然后你们觉得这个延迟能不能接受？我个人来听的话，他们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延迟的，是真的非常棒。这个效果是不是还挺赞的呢？它有一个比较骚的操作啊，就是它不是很像开放式耳机嘛。门马就说，要不工作的时候它就是监听，不工作的时候它就是开放式耳机呢。还真就有这个模式，所以咱也来可以看看它的这个音质。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
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可你怎记得我？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可我怎么告知你，注定是一场相遇。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每当秋天到来，我们把枣装满口袋。这就还是挺厉害的。那么最创新的监听我们了解了，实际的使用下来感觉如何呢？音频的传输信号怎么样？这个无线监听的距离表现怎么样？我们也就直接来看实际的测试，这样下来你应该能够比较了解它的能力。好，现在我们来测试门马 Link Max 2它的一个传输的一个质量，因为它这边它是有这个无线监听和这个麦克风的发射器。所以我们先测试咱们这个无线监听，它按照我的理解，它应该是会，它的这个传输距离应该是会更短一点点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咱们这个耳返什么时候断掉，也就是我这边什么时候断掉。然后我这边还配备了这个可以测距的仪器，然后在测试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哎，是什么在什么距离下咱们这个无线耳返断掉。现在我们测试的是它这个开阔地带，所以我们整一个的主机位是放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处，这就屏蔽了一些什么其他的干扰，应该是可以达到那种官方的理论的那种效果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完全开阔的情况下，它可以多远。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目前是一个什么距离啊？好，目前我离我的小伙伴这个直线距离是20米啊。那我们往后来看看它这个无线的监听什么时候会断掉。123 123 123 123 123 123 123，在有遮挡的情况下，可能这个距离它就会出现断断续续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是有遮挡的情况，然后如果无遮挡的情况下，现在123，你不能背过身去，背过身去，你看背过身去你就没声了啊，那就是我得这样倒着往后面走，对吧？嗯，就是我背过身去，就是说这个还是直接这个就没有了，对吧？123 123 123 123 123 123 123 123 123，现在耶，123 123，有声音有声音，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哦，就是我这个耳返断掉了。但是这个接收端能接收到你的声音。我知道啊，那就是耳返的话，我看什么距离可以连上啊？就是我测距的时候，就刚才测距是90多米、97米，然后它的这个耳返就可能在我测距的时候就断掉了。然后我们看它在什么距离上可以重连啊？123。有了大概在这个距离它重连了，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距离就是它比较稳的一个距离啊，就是直线下，就是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啊，看一下啊，它是77米。好，现在刚才我这个手拿上去，它有一点遮挡，它又断掉了。看一下啊，哎，又有了，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好，它这个距离是在76米左右，就是我们耳返的这个距离76米左右。
这个距离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就这么远的一个距离来说，它的这个延迟是做的非常非常低。好，我们继续往后，1、2、3，1、2、3，1、2、3，1、2、2、1、2、3，1、2、3，3，有吧？有点杂音。有点杂音是吧？对。哦。1、2、3，1、2、3，1、2、3，1、2、3，1、2，连上了。1、2、3，1、2、3，1、2、3，1、2、3。这边，这个声音已经很嘈杂了。就是差不多。对，你现在说的话，我有点听不见了。OK， 1，这边有声音，好停。1，那基本上就是这里是吧？对，你可以再往后退一点试试。好，1、2、3。对，停。这一块。对，在这一块就开始很嘈杂，你再往前一点就能正常听见。这差不多在这里能正常听见，对吧？对。现在这个距离就差不多是猛犸这套麦克风它这个收发的极限距离了。如果再往后的话，它就可能就会遇到这个声音断断续续，然后声音嘈杂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啊？我这一块，我现在是目前的状态是能够断断续续的听到这个耳返的这个声音，但是据小伙伴来说，咱们这个麦克风的声音是能够传过去的。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啊，好，这个距离大概是127、126，就是说120米以内，咱们这个极限的开阔的场地的话，它是可以说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啊，然后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当然，是在一个开阔场地下，没有情况下，那我们到我们实际的使用里面，它肯定会受其他的这个因素影响。这个就还是得看大家自己的一些实测。而关于它的这个信号质量和无线的这个耳返的这个质量，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意外的，因为它第一次嘛就把这个耳返不对，猛犸不能说是它是第一次把这一套东西放在咱们这个无线麦克风的系统上面。此前在这个内通上面积累的这个经验就直接下放到这里来了，然后做到了这个70多米的无线的这个耳返，不管是延迟还是这个质量都非常的高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不知道这样一个成绩你们觉得如何呢？这个效果你觉得如何？满意不？第一次做就做到极致，还是非常厉害的。而它还有一些基本的功能，虽然我个人基本上都不使用降噪模式，但我在日常生活里面还是看到过有很多在路边直播的博主，那么他们就肯定会用到这个功能的。猛犸 Max 2的降噪是有着25 dB 可以调，我们也直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看看能不能符合你的预期。好，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降噪的效果。现在我这里是直接内录了啊，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没有开降噪的情况，大家可以听一下现在的这个声音，还有现在的这个底噪，然后你们可以感受一下。OK， 好，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摁这边的降噪，它现在就已经切换到降噪模式了。然后我这里看它的这个波频的话，它中间那个噪音是几乎已经压扁了。然后我现在来设置里面看一下，目前的这个降噪是一个什么档位。OK， 稍等，降噪。好，现在的降噪是20 dB， 然后我们拉到稍微小一点，它都是可以非常仔细的调整的。现在我拉到了5 dB， 然后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就是稍微加一丢丢降噪的一个效果。你们觉得这个感觉怎么样？然后我们把它最深的功率25 dB 给都拿出来啊，然后你们感受一下。好，现在直接把它从5 dB 加到25 dB。好，现在已经全开了，这就是它全部的一个降噪的功率。然后你们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它全开的这个情况，你们觉得这个降噪效果怎么样呢？给它打个分呗。以上就是它的主要功能了。详细介绍下来，你们应该会对这个麦克风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它有一些别的特色功能，我这也捎带提一嘴。一个是它可以直接接一个数字音频接口，在连接索尼新点的机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数字接口了。而另一个就是它标配了手机的接收器，而且在连接上之后，还可以直接使用手机 APP 调整参数，这就蛮好的。我使用它也有段时间了，剩下的段落我就来讲讲，除了这些参数数据，我实际用下来感受到的东西。先是它的整体重量，这个是很直观的，直接就别在衣服上，不会突兀，这很好。然后接收端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设置监听的音量，设置麦克风的其他的东西，这也非常不错。但因为它的体积做的很小嘛，所以在录制的时候它是没有震动的，需要我们肉眼看一下这个指示灯，再确认一下，这个是大家购买之后需要注意的点。然后就是它的接收端，它两边都有这个3.5毫米的接口，但是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标识。如果是第一次接手的用户，可能会造成困扰。我建议门马可以做个颜色的区分，或者把标识做得更明显一点，或者我们自己也可以做点小标记，方便我们后面的使用。另外的就是耳机的电量，目前菜单藏的比较深，希望后面可以 OTA 到比较明显的位置，不然的话也不太好确认耳机的电量。而其他的方面，它就是一个音质很好但又很小的无线麦克风，目前我是真的觉得挺好用的。在录制的时候，多叫小伙伴佩戴监听，之前就确实出现过这个接收器没有开机的情况，然后我录制完成之后才发现没有声音，就很崩溃。但好在是这种自媒体，要是其他的转瞬即逝的拍摄或者采访类的节目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挽回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无线监听的出现是真的解决了我们这类拍摄的痛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后面也会继续使用，有啥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咱们的这期视频里面提问。我目前想到的要说的内容就这些，都是从实际的使用出发，尽量覆盖它的方方面面，希望可以帮助到你。门马就还是挺老牌的录音设备的厂商，整出来这些玩意儿就确实很给力，一直推动我们影视行业的进步，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了解门马麦克风这个小玩意儿。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